奶奶，这些红鱼真笨，都在岸边呢。嘘，小声点儿。今晚就拿它炖汤，30万，水里的东西谁捞到就是谁的。刘翠花，大半夜的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？林远，你大半夜拿灯照人，想吓死你婶子啊！我问你，桶里的鱼怎么回事？浩浩嫌屋里热，我带他来纳凉，谁知道鱼自己蹦进网兜了。这是进口种鱼培育的红白锦鲤，一条至少2500，2条价值5000。未经允许，深夜捞走别人价值5000元的鱼，这不叫纳凉，这叫盗窃。你少给我扣帽子！什么盗窃？我捞的是自己碰上的鱼。这地方以前就是村里的野塘，鱼和王八谁捞到就是谁的。独吞，你包了糖就想独吞？我捞你2条怎么啦？那是看得起你。还5000块，你想钱想疯了吧？你怎么不去抢啊？合同在我手里，鱼是我的，把鱼放下，马上离开。大家快来评评理呀！林远欺负人了！我带孩子来看看鱼，就被他说成坏人了。为了2条鱼，至于这样吗？你继续喊，喊得越大声，这5000块钱的证据就越清楚。行，你有种，几条鱼搞得跟宝贝似的。浩浩，咱们走，不跟这种没良心的人计较。机会我给你了，既然你不知好歹，就别怪我心狠。大家快看看，林远这是防谁呢？围得这么高，还装防攀爬网，村里孩子碰着了怎么办？人家养着30万的鱼，防头鱼有什么不对？你不往上爬，他还能碰着你？谁偷鱼了？少往我身上泼脏水！这原本就是村里的塘，以前洗衣捞鱼，谁拦过我们？就是做事也不能这么绝吧？这片塘是我按合同承包的，每年正常交租，围起来是为了保护我的财产，里面是高价特种鱼，不是普通鱼，真碰坏了几百块解决不了。把提醒挂出来，也是免得大家误碰后吃亏。张师傅，4个角的红外探摄头都装好了吗？4角全装好了，夜里也能认清人脸，画面直接存到你的手机云端。辛苦了，线路尽量走隐蔽，别留死角。几个假神头就想吓住我，你给我等着！姐，急着叫我们来干什么？林远仗着有几个钱，把鱼塘围得死死的，还当众让我难堪。姐，你叫我们来不只是为了骂他吧？那塘里有30万的鱼，他越不让碰，咱们今晚越要进去捞，挑大的装满，明早送到隔壁镇市场卖掉就是现钱。可他装了监控，真拍到脸怎么办？哼，夜里戴好帽子口罩，咱们3个人，他也不敢把事闹大。行，我家还有电鱼的家伙，网兜太慢，带上它一次多弄点。终于来了。姐，这网真结实，上面也不好碰。结实有什么用？林远，你护着这些鱼，我今晚偏要动给你看。都准备好，剪台就赶紧进去。破坏围栏携带工具，拍得很清楚。开了，快进去！今晚1条都别少捞，快点，都钻进去，别在破口这里耽误。姐，近岸全是鱼，这一网就捞了好几条。别愣着，赶紧装袋，动作快点，只挑大的捞。破坏防护设施，结伙盗取鱼苗，证据比当场争执更有用。姐，水都搅浑了，鱼往中间跑，网兜根本够不着。大壮，别磨蹭了，把你带来的家伙拿过来。早该用这个了，你们推开，我让鱼自己浮上来。发财了，全是值钱的鱼，快捞，别让1条沉下去。再装一网，今晚能带走多少，就1条也别留下。姐，袋子全满了，再装也扛不动，趁没人发现，赶紧走吧。这就走了？林远不是最心疼这池鱼吗？姐，这瓶子里装的什么？除草剂，药性很强，我要让他明早1条活鱼都看不见。姐，鱼已经捞了不少，赶紧走吧。
真往水里倒东西会惹大麻烦。怕什么？黑灯瞎火谁能看见？我就要让他赔得干干净净。明早让他自己看结果，敢拦我，这就是代价。走，回去分账，别在这里留下人。已经不是普通偷鱼了，你毁掉的这笔损失，我会依法一分不少的追回来。你好，我要报案，我的特种养殖鱼塘遭到盗窃，还有人向水里投放了药剂。损失大概多少？现场是否留有证据？鱼苗投入30万，目前整塘受损。我有完整红外录像，也拍到了嫌疑人的面部特征。天亮了，该让所有人看看这件事到底是谁做的。天哪！快来人！鱼塘出事了！这造的什么孽呀！昨天还好好的鱼全毁了。这味道不对，像是有人动了手脚。30万的鱼，这下全赔进去了。哎呦，这是怎么啦？昨天不还挺神气的吗？几条鱼都舍不得给乡亲尝尝，现在全没了，这不是报应吗？翠花，人家损失这么大，你少说2句吧。我说错了吗？围这么高的网，连乡亲都防着，赚这种钱，活该破财。唉，这种事背地里做，过去很难抓到人。你这30万，怕是只能认倒霉了。村长，30万不是小数目，这不是邻里纠纷，是刑事案件，谁毁了它，谁就得依法承担全部后果。谁报的案？我报的。昨晚有人剪开围栏，偷走大量锦鲤，又向进水口倒入药剂，现场和录像都保留完整。这些是采购证明和付款记录。鱼苗直接投入，合计30万。30万已经不是普通纠纷，必须按刑事案件调查。提取水样，寻找投放源头，脚印、拖痕和围栏端面全部拍照采集。警察同志，你们可得查清楚，说不定是鱼苗本来就有问题，他想拿这事儿讹人。是不是药剂造成？化验会看证据，得出结果。那就是别人干的。昨天隔壁村有人路过，还在这骂骂咧咧。干的大事好像很了解。不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就是替林远着急，随口猜的。周警官，不用去找别人，他既然这么热心，正好一起看看昨晚的录像，谁剪了围栏，谁捞了鱼，谁向水里倒了药剂，4个宏观探头全拍到了，每张脸都清清楚楚。手机屏幕太小，大家看不清。村长，借村委会的大屏用一下。好，现在就去，让全村人看清楚。真是翠花，大壮和二狗也在，他们3个一起干的。我就要让他赔得干干净净，早一条活鱼都别想看见。刘翠花，30万是人家的血汗钱，你怎么能下这么狠的手？我没有，这视频是假的，是林远找人做出来害我的。视频是否处理过？技术人员会鉴定。工具、断面、脚印和你的脸都在这里，你还要否认？我就是个农村妇女，哪懂这些？我以为还是村里的水塘，就是一时糊涂。林远，婶子知道错了，都是一个村的，我赔你500，这事儿就算了吧。你毁掉的是30万，不是500，现在拿500私了，你觉得这合理吗？30万是你自己乱报的，这些鱼哪值这么多？你这是故意讹乡亲。金额有采购记录和价值证明，不是随口报价，证据完整，已经涉嫌严重刑事犯罪，把刘翠花控制住，录像里的另外2名同伙也一并带回调查。你们干什么？凭什么带我走？我不去。涉嫌偷盗和破坏生产经义，现在依法带你们回去调查，有话到办案地说明。快想办法！不是说出了事也有人能摆平吗？你们知道我儿子是谁吗？赵大宝在镇里当协管员，你们敢带我走，他不会放过你们。任何身份都不能干预办案，带走。坐这么久了，连杯水都没有，你们想渴死我啊？安静点。不就是几条鱼吗？邻里闹点误会，调解一下就行，至于把我带到这里？这里是刑侦审讯室，不是你家后院。剪网、偷鱼、投放药剂，哪一项都不是邻里误会。你带人剪开围栏，用设备捕捞鱼苗，最后又往进水口倒入药剂，你管这叫邻里纠纷？那塘以前就是村里的，我倒点东西清理水草怎么啦？鱼没撑住，只能怪他们命薄。水样已经确认，就是你投放的药剂导致整塘鱼苗受损，
采购和付款也核实了，30万一分不少。那些材料肯定有问题，几条鱼能值30万？大不了让大宝赔2000，这事儿就算了。我儿子赵大宝在镇里上班，这事儿闹大了，他一个电话打出去，你们都得给我个说法。涉案金额达到严重标准，按目前证据和你的拒不认罪态度，如果林远坚持不予谅解，你可能面对10年以上的刑期。10年？不可能，就是几条鱼，凭什么让我坐10年？是否有罪，判多久，最终由法庭依据证据决定。拒不履行，法院会依法处置你名下的存款和其他资产。先停止讯问，叫值班医护过来，把现场留出位置。林先生，案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，您提交的不予谅解声明也完成登记了。谁是办案的？我妈被带到哪儿了？赶紧把人叫出来！这里是办案大厅，请注意言辞。你是嫌疑人刘翠花的家属，我是赵大宝，在镇里做协管工作。刘翠花是我妈，赶紧把她放了。案件正在依法办理，任何人不能直接放行。家属需要了解情况，请到窗口。不就是跟村里人闹点误会吗？至于带到县里？我还有事儿，别耽误时间。你就是林远吧？死了几条鱼，多大点事儿？给我个面子，把声明撤了，咱们私下解决。这里是5000，拿着钱把案子撤了，以后在清水村我罩着你。5000块，赵协委员，你是在轻视30万的损失，还是在轻视法律和你母亲的后半辈子？嫌5000少，我再加2000，7000块够给你面子了。做人留一线，在清水村这地方，我劝你胃口别太大。林先生，联合定算报告出来了，鱼苗、水体和停业损失都已完成评估。谢谢周警官。赵协未准想赔钱，正好先看看这份报告。吓唬谁呢？还能真有几十万？这怎么可能？红白吉里28万2000，刀鱼苗2万3，这数字是真的吗？30万只是鱼苗的直接损失，药剂倒进鱼塘后，整片水体都要重新处理。清淤修网停业损失，怎么还有这么多项目？抽水处理受损鱼苗、清淤和重新养水，人工材料合计2万5，围栏修复3000，至少2个月不能经营，停业损失2万5，全部直接和间接损失合计35万8千。35万8，把我们几家全卖了，也凑不出这么多呀。都是乡里乡亲的，别算得这么绝，3家凑2-3万，咱们把事了了行不行？大壮就是跟着去了，哪赔得起这么多？你行行好，给我们留条活路。钱是钱，罪是罪，35万8是民事赔偿，一分不能少，刑事责任依法处理。现有金额和证据足以支持后续追责，共同参与的人也要分别承担相应责任。姓林的，你真要把事情做绝，拿这张报告压我是吧？你不撤案，我就让你的鱼塘以后什么手续都办不下来。赵大宝，注意你的态度，这里是办案场所，不准威胁受害人。赵协管联，刚才那番威胁说得很完整，录音从你进门时就开始了。我把这段威胁群众干预办案的录音提交给镇里监督部门，你猜这份工作还能保多久？你居然一直在录我，把东西给我，这是我的隐私，你凭什么录下来？赵大宝，你干什么？这里是办案场所，当着办案人员抢夺证据，只会让你的问题更严重。退后，保持距离。行，林远，你确实有点本事，不过你也别高兴得太早。鱼塘以后还要禁渔、接水、接电，哪一项不需要镇里办手续？只要我还在镇里，就别想顺利通过审核。删掉录音，签了谅解书，大家相安无事，否则你的鱼塘就一直停着。赵协管理员，当着办案人员也敢拿审批威胁我？你刚才的话有录音，威胁受害人干预办案都能继续提交调查，你只是协管人员，无权决定所有审批。到时候先查案件还是先查你这份工作，很快就有答案。你少吓唬我。行，林远，算你狠。大宝，你不是说能摆平吗？你走了大壮怎么办？赔偿谁来出？谁参与谁负责，你们自己去偷鱼，凭什么让我收拾烂摊子？谁干的谁承担，这件事我不管了。警察同志，大宝不管了，那35万到底该怎么办？这是共同实施的案件，35万8千元的赔偿，3名参与者依法承担连带责任，主犯赔不够，余款就由其他参与的者继续承担，现金不足，法院会依法查房产、存款和其他可执行资产。35万8，我们哪儿赔得起？主意是翠花出的，药也是她带的。警察说得清楚，主犯赔不够就由我们2家补，房子卖了都未必够。回村找赵家把话说清楚，事情是翠花牵头的，他们不能什么都不管。大宝，你妈这次真要承担刑事责任，咱们还能想什么办法？林远录下了我的话，还要向监督部门反映，我自己的工作都可能保不住。大宝，我们不是来闹事的，35万8的连带赔偿，今天必须坐下来商量清楚。监控拍得清楚，主意是翠花出的，药也是她倒的。我们家大壮确实有错，但不能让我们承担大头。他们是成年人，明知道去做什么还跟着参与，责任怎么分，由办案机关和法院决定。是，眼下限孙宝匠各家能拿多少，说谁能反制就多少。把拿出的家底列出来，
再按法律结果承担。我再明确一次，本案属于共同实施，35.8万元的赔偿依法承担连带责任，谁也不能靠互相推责免除赔偿。现金不足，法院会依法处理各自名下可执行的存款和资产。起诉条款已经核对完成，赔偿项目按联合定准报告提交。村长、二爷爷，一早过来有什么事？村里不安生，我们几个都很揪心。大家毕竟住在一个村，大宝昨晚求到我这里，想请你考虑调解。小远，你现在事业做起来了，30多万对那几家却可能要耗尽全部家底。你若同村人以后还要见面，让他们少赔一些，你退一步，他们也会记着你的情分。你们觉得我是老板，30万不算什么，可那是我退伍后多年积攒的全部家底。刘翠花捡围栏毁鱼苗，向水里倒药剂时，没想过我也可能失去一切。你的损失确实不小，我们也不是说他们没错，大家只是想把事情缓和下来。二爷爷，他们家里困难，就能偷取和毁坏别人的财产吗？困难不是违法的通行证，如果被毁掉的是您辛苦种了1年的果园，您还能轻松劝受害人退让吗？我不会因为他们事后喊穷就替他们承担作恶的代价，该赔多少，该负什么责任，都按法律办。刑事部分我不签谅解，民事赔偿35.8万，一分不能少。以后不要再替涉案人员登门施压，若继续干预，我会如实记录并交给办案人员。罢了，事情已经进了司法流程，我们不再劝了。周律师，不接受调解，索赔项目也不调整，按已经确认的材料继续推进起诉。大家快来看看，有钱人不可给普通人留活路啦！平时不是挺硬气吗？门一关还不是认了？再闹2天，看你求不求我。想拿舆论逼我退让，那就把全过程都留清楚。不遮掩，也不夸大，把时间、证据和他们说过的话完整放出来。证据已经公开，接下来看事实能传多远。赵大宝，立刻到我办公室来，马上！镇长，出什么事了？你还有脸问？现在全网都在看这段视频，上级监督部门已经连续来电问责。你母亲毁坏别人30万的鱼塘，你还到办案场所施压？不是这样的，是林远故意剪辑，想把事情闹大。上级调查人员下午就到，你自己向他们解释。从现在起，解除你的协管工作，立即停止履职，交回相关工作物品。开除我！镇长，我在这里做了这么久，不能因为一段视频就把我开了。是否还有其他问题，由调查人员核查。现在完成交接，离开办公室，等待正式通知。网上视频里就是他，拿工作身份威胁受害人，现在还要接受调查。大宝，你怎么中午就回来了？脸色怎么这么差？完了，全完了！我的工作没了。调查人员下午还要来找我。林远把录音和门口的视频全发出去了，现在到处都在传，我已经成了怎么笑话？娟子，你先听我说，网上那些事儿有误会，我可以解释清楚。视频和录音都很清楚，你骗我说马上转正，还拿工作身份威胁受害人，这也叫误会？家不会接受这些。知道事闹大，你再给我一点时间，婚事别现在决定。婚事取消，后续物品会按约定退还，以后不要再联系。工作没了，婚事也退了，妈这次惹的祸把我们全家都拖进去了。我们是县法院执行部门工作人员，你是赵大宝吗？我是。你们来我家做什么？因案件涉案金额较大，申请人已提出诉前财产保全，法院依法冻结相关房产、车辆和账户。这房子是我们多年攒下来的，能不能先别封，让我们想办法筹钱？这是依法采取的保全措施，不是现场处置房屋。案件结束前，相关资产不得转移或变卖。
房子、车和账户都动不了，我们拿什么去赔？赔偿问题按后续程序处理。现在请签收裁定，任何人不得擅自处置以保全资产。事情才刚发生，房子就不能动了，以后这笔赔偿到底怎么还？去找林远吧，现在只有他肯松口，事情才可能还有转机。先把能拿出的都交给他，我会道歉，只求他撤回保全，再考虑签谅解。林远，我知道错了，请你开门，我们想当面谈谈赔偿和案件。林大哥，你开门，我知道错了，求你给我一次机会。这是我们家能拿出的3万块，求你先撤回财产保全，给我们一点时间。昨天你拿7000让我撤案，今天出了后果，又拿3万来换35万8的赔偿。林远，房子和车都被保全了，大宝的工作和婚事也没了，请给我们时间，剩下的我写欠款凭证慢慢还。求你删视频签谅解书。你不是因为毁掉鱼塘而后悔，你只是丢了工作、婚事和资产，才想起道歉。林远，我们家的房产也被保全了，大壮确实参与了，但求你给我们一条补偿的时间。但愿意按程序赔偿，只求别把所有希望一次断掉。你们现在只谈自己失去了什么，却没人先问我的鱼塘和全部积蓄怎么回来。剪开围栏，捞走鱼苗，向水里倒药剂，后来又雇人堵门，这些都不是一句糊涂能带过的。我们知道事情严重，也愿意承担，只是希望能分期补偿，再争取从轻处理。成年人做出选择就要怎么处理，由司法程序决定，不由上门哭求决定。35万8是赔偿，按法院程序执行，刑事责任另行处理。我不会用少量现金交换谅解。我愿意把欠款全部写清，也不再找你麻烦。谅解书能不能只考虑一次？周警官，我在听。3名嫌疑人的证据链已经闭合，检方刚刚批准逮捕，案件将移交审查起诉。知道了，周警官。后续需要材料，我会继续配合。爹，你坐稳，别急，先缓一缓。看到了吗？3人已经被批准逮捕，案件进入下一程序，不会因为今天这场求情改变。把钱和材料带回去，后续有赔偿方案交给律师和法院，不要再堵在我家门口。赵大宝、赵万胜，请确认身份。我们来送达案件的最新法律文书。是不是事情查清了？是不是可以让翠花回来了？经检方批准，刘翠花已被依法逮捕，案件即将移交审查起诉，请家属签收通知。大宝，你不是说还能想办法吗？爹，你醒醒，能听见我说话吗？医生，麻烦快救救我爹，他刚听到消息就突然倒下了。周警官，我愿意全部交代，只求你们把我的配合如实记录下来。去鱼塘是刘翠花提议的，液压锏和迷跑剂也由她准备。她说赵大宝能帮着处理后果。携带药物亲自参与的了，你是否阻止？按顺序讲清楚。药剂是他自己倒进进水口的，我当时劝过他停手。警官，我愿意配合，我还知道一些以前发生的事，可以提供线索，但不能编造。时间、地点、涉及物品和知境人都要说清楚。村东李家已丢过家军，修路时也丢过2卷线缆。刘翠花曾在我面前提过这些。这些线索会分别核查，你今天的配合情况也会如实记录。我儿子是不是把谅解书送来了？事情是不是已经说好了？我能回家了吗？回家？你先看看案发之后外面又发生了什么。这是什么？大宝怎么会被停职？家里的房子为什么也被保全了？赵大宝因威胁受害人干预案件，已经被解除协管工作，并接受后续调查。不可能，大宝在这里有人认识，怎么会说开除就开？法院依法保全了相关房产、车辆和账户。赵大宝的婚事也已经取消。你老伴受刺激后正在医院接受治疗，家里现在没有人能替你解决问题。你们骗我！大宝怎么可能保不住工作？一定是林远故意害我们家。没有人替你剪围栏，也没有人替你倒药剂。案件和后续变故都从你自己的行为开始。大壮和二狗的笔录，他们都说了什么？他们已经交代剪网、捕鱼和投放药剂的完整经过，也提供了其他待核查线索。他们竟然把责任都推给我！当时捞鱼他们明明也参与了。逮捕决定已经下达，案件将移交审查起诉，最终责任和量刑由法庭依法判定。逮捕，我真的错了，现在认错还来得及吗？我知道错了，能不能让我联系林远？我愿意赔钱，也愿意向他道歉。你可以如实表达认罪和赔偿意愿，办案人员会记录，但逮捕程序已经启动，不会因此当场终止。林远先生，这是法院寄送的案件文书，请核对身份并签收。开庭通知到了，证据都已准备齐全，接下来就在法庭上把责任说清楚。赵大宝，中午的资产拍卖前，选3个方齐批欲动。
法官，我们一家老小住哪儿去啊？放手，请保全小时后一件都不许动，强制清场，更换门锁。赵大宝，你们家也被清场了，我们家的房子同样不能住了。来争吵的只是这笔连带赔偿，3家都承担不起。现在说谁该承担已经没有意义，法院会按程序处理。我们先想办法熬过去。大宝啊，咱们老赵家怎么就落到住牛棚的地步了？真晦气！现在村里出了害人的事儿，谁也不敢沾上你们家的麻烦。一家子做错了事，还想让别人替他们收拾。林先生，法院那边的诉前保全已经全部执行到位，3名嫌疑人名下的房产、1辆代步车以及账户里仅存的3万2千元都已经冻结，判决生效后。辛苦了。开庭时间确定了吗？确定了，今天上午9点，县人民法院第1审判庭准时开庭。庭前会有一次例行调解，对方可能会强调家庭困难，请提前做好准备。庭审期间，监控、录音、定损报告和现场痕迹相互印证，3人的辩解没有改变已经查清的事实。判决结果已经下达，3名被告分别承担相应刑事责任，并对39万8千元的损失承担连带依法赔偿责任。从鱼苗没能回来，案件进入执行阶段，该承担的责任1分都不会少。清水村2组38号房屋起拍价18万，现在有人出价19万。大宝啊，20万，那房子是爹攒了一辈子的血汗钱，现在全没了，全没了。别说了，房子、工作、婚事全都没了。房子没了，钱也没凑够，咱们以后可怎么过呀？今天大家辛苦一点，把池塘清理干净，等水质恢复，新的鱼苗就要下水了。林远，赔偿款已经划扣了，我们之间两清了，我来跟你辞行。逼你们离开清水村的不是我，是你们一家人的贪欲和恶意，现在只是承担应有的结果。我也认了，我去南刀坊工地找活，不再回清水村。去南方靠自己的力气吃饭不丢人，只要不再走歪路，重新开始还来得及。0542号刘翠花，有人探视，5分钟。大宝，你在外面过得好不好？你爹的身体怎么样了？娟子是不是快过门了？我娟子也已经退婚了，她现在早就嫁给别人了。这怎么会这样吗？你托关系？别谎言，我早被开除了。你的监控和我录音都被发到网上了，镇长当天就把我开了，纪委还查了我半个月。他们舆论的都不剩个小时，全用来赔给林远了。现在在南方本工地搬砖位，只为了这口饭吃，我连回清水村的脸都没有了。我造的什么孽呀？我不就是眼红的赚了几个钱吗？我不就是倒了半瓶药吗？我错了，大宝妈，对不起你。晚了，妈，我以后可能不会常来看你。工地请假要扣钱，我还要攒钱给我爹买药。你在里面好好改造吧，这是咱们家该还的债。0542号，探视时间到，退后，起立。大宝，你别走，你跟林远说，妈真的知道错了，求他放过我们家吧。张师傅，挖掘机再往东边挖深半米，要把底部的淤泥彻底清空，不能留下一丁点除草窖的残留。好嘞，林老板，您放心吧，这活儿我们干得精细着呢。法院执行赔付的35万8千元，先用于清理污染、修复鱼塘，再用于扩大养殖规模。这个水坑终于重新有了未来。远哥，镇里批下来了，因为基地规模大，还带动了村里人就业，扶持款下周就能到账。市里最大的海鲜酒楼老板听说咱们重新养了刀鱼，今天下午就要亲自来谈长期包销。好，通知大家中午加餐，下午把基地收拾好，准备接待客户。远哥，你快看这成色，这批锦鲤的斑纹简直绝了！小心点儿，别伤了鱼鳞，把那几条极品单独放进恒温箱，一会儿客户亲自验握。林老板，恭喜啊！这第一网可是大丰收。好，这批锦鲤培育的太完美了，拿到下个月的国际大赛上绝对能拿名次。林老弟，野炊比野生的还肥，我饭店的高端客源就认这个理儿。水好，设备好，最重要的是咱们做事守规矩。哈哈哈，说得对，能和黑恶死磕到底的人做出来的生意绝不弄虚作假。张会长过月了，我只是拿回属于我自己的公道。痛快，就冲你这份硬气，未来3年你基地里出产的特种刀鱼，我们酒楼全包了。协会正式指定你们为独家繁育基地，预付款今天下午就打到账上。林远啊，你可是给咱们清水村争了大光了。村长，大家只要踏实肯干，日子只会越来越好。远哥，咱们下一批鱼苗什么时候压水？兄弟们现在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儿。人善被人欺，唯有雷霆手段，方显菩萨心条。